随着史莱克和本体宗合作的刺杀行动的进行，在第3层仓库中，霍雨浩、王多儿和王秋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第3层的面积远超他们的预期，竟然是第1层的10倍之大。这里并非如他们猜测的那样藏有珍稀宝物，而是一个庞大的魂导器储备库，宛如一片钢铁森林。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发现，这里存放着海量的魂导器，包括大量4级以上的魂导炮、魂导射线枪以及定装魂导炮弹等。这些魂导器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足以武装4个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军团，甚至还能组建一支全机械化的精锐队伍。如果这些武器被投入使用，将对原属斗罗大陆3国构成巨大的威胁。面对如此庞大的魂导器储备，霍雨浩意识到，他们不仅要尽可能地带走一些稀有金属，更要设法摧毁这些危险的武器，以防止他们落入敌手。他立刻召唤潇潇前来，准备将这一艰巨的任务分配给众人，共同应对眼前的危机。在日月帝国皇宫的突袭行动中，史莱克学院、星罗帝国和天魂帝国3方势力遭遇了强大的抵抗。尽管他们成功突破了皇宫的防线，但日月帝国的防御魂导器和圣灵教的邪魂师们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在激烈的战斗中，张乐轩施展了强大的10万年魂技血月之时，试图一举击杀太子徐天然，但徐天然凭借9级巅峰防御魂导器成功抵挡了攻击。随着战斗的升级，日月帝国的隐藏力量逐渐显露，大量高阶魂导炮从皇宫建筑中升起，对空中的强者们构成了致命威胁。玄老和独不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果断下令撤退。在撤退过程中，玄老注意到天空中出现的绿光信号，意识到史莱克学院的计划正在展开。最终3方势力按照预定计划撤离皇宫，史莱克学院和星罗帝国的强者们在玄老的带领下迅速出城，而本体宗则与星罗帝国的维纳公主会合，按照既定路线撤离。尽管突袭未能成功击杀徐天然，但这一行动成功试探了日月帝国的防御，并为后续的计划埋下了伏笔。在撤离过程中，玄老和独不死都意识到史莱克学院的计划远不止于此，他们对即将展开的后续行动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对日月帝国的真正实力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名都的行动中，玄老和张乐轩讨论如何应对霍雨浩发出的危险信号。玄老认为霍雨浩的计划周密，会安排人接走贝贝，但张乐轩仍不放心。最终玄老同意他去酒店接贝贝，并在西郊会合。与此同时，叶雨林在魂导师精英大赛现场关注着霍雨浩的制作进度，发现他仍未开始制作核心法阵，而是继续制作精巧的零件。叶雨林意识到霍雨浩可能用击扩装置替代部分核心法阵，对他刮目相看，甚至想收他为徒。霍雨浩在比赛中因精神体分离过久而出现虚弱状态，但他坚持继续制作零件和拼接人形魂导器。他巧妙地利用裁判们的注意力，让精神体回归，恢复了正常状态，并开始制作核心法阵。他的速度极快，甚至让裁判们惊叹。叶雨林和其他裁判对霍雨浩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他可能是开创魂导器新时代的人才。在比赛现场，霍雨浩使用了稀有的钻石晶晶制作核心法阵，并用生灵守望之刃轻松雕刻，展现出惊人的技巧。他的行为引起了裁判们的极大兴趣，叶雨林甚至认为霍雨浩已经锁定了比赛的冠军。与此同时，圣灵教副教主对霍雨浩的背景表示怀疑，告诉南宫婉的洗脑计划过于天真，认为霍雨浩背后可能有强大势力支持，需要谨慎对待。与此同时，名都城内负责守卫重要仓库的高阶魂导师们在皇宫事件结束后迅速返回仓库。为首的徐国忠是前皇族后裔，也是当今日月帝国皇帝的亲信，但他并不忠于太子徐天然。他因帮助皇帝篡位而获得高位，掌管着稀有金属和装备的仓库，甚至拥有走私的权利。徐国忠是个守财奴，对财富极为看重，他的地宫中藏有大量珍宝。回到仓库后，徐国忠发现自己的亲信李重失踪了，他立刻命令下属戒备，并准备进入仓库。然而当他们进入升降梯后，升降梯突然失控下滑并卡住，徐国忠意识到有人动了手脚，命令强行破开升降梯。他担心仓库内的珍宝和自己的安危。在魂导师精英大赛的现场，霍雨浩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9个核心法阵的制作，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和技艺。霍雨浩的制作速度和精度让裁判们自叹不如，他们对他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此同时，黄峥和何菜头也完成了自己的魂导器制作。黄峥制作的是一只机械手，而何菜头则制作了一门巨大的7级速射炮。在比赛的最后关头，霍雨浩正在制作最后一个复杂的拼接式核心法阵。这种法阵由多个核心法阵组合而成，难度极高，需要更多时间。叶雨林看出了霍雨浩的意图，意识到时间可能不够，但最终决定不延长比赛时间，而是让其他参赛者保持安静，让霍雨浩完成最后的制作。与此同时，唐门和史莱克学院的人已经会合，并在城外的树林中等待。玄老亲自探查比赛场地，心中暗自庆幸霍雨浩及时带回了圣灵教副教主和长老们在此的消息，否则他们可能会陷入危险。在皇宫，徐天然与圣灵教教主和靳红尘商议对策。他们得知史莱克学院的人前往西边，
而本体宗和其他势力则隐藏在城东的紫爵府。徐天然决定不在此地与敌人硬拼，而是加强监视，逼迫敌人从西边突围，以便在西边设伏。回到比赛现场，在比赛的最后阶段，霍雨浩成功完成了人形魂导器的制作，尽管他感到极度疲惫。叶雨林对霍雨浩的表现感到满意，认为他进入下一阶段毫无问题。为了给霍雨浩争取更多休息时间，叶雨林故意增加了魂导器检测环节，这让其他参赛者和裁判都感到意外。霍雨浩展示了人形魂导器的性能，通过精神力控制其行动，这让叶雨林和其他裁判感到震撼。他们意识到霍雨浩不仅在魂导器制作上表现出色，还在精神力控制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叶雨林对霍雨浩又高看了几分，认为他可能是魂导世界的未来之星。然而比赛并未结束，叶雨林宣布了技巧考核的规则，要求参赛者在9块不同硬度的稀有金属上完成9种不同的核心法阵制作技巧。这些金属的特性与所需技巧并不匹配，使得考核难度极大。参赛者们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对技巧的考验，更是一场对魂力和耐心的挑战。叶雨林宣布技巧考核正式开始，参赛者们必须在1刻钟内完成所有技巧。如果无人完成全部技巧，则以完成的数量来决定排名。在比赛的技巧考核阶段，9位参赛魂导师全力以赴。何菜头通过魂力恢复雪茄，增强刻刀威力，硬生生完成了任务。霍雨浩则利用极致之冰和腐蚀之光，巧妙地在坚硬的稀有金属上打孔，展现了极高的技巧和对魂力的精准控制。他的方法不仅节省了魂力，还提高了效率。最终，霍雨浩排名第2完成考核，仅次于何菜头。技巧考核结束后，5人成功晋级，4人被淘汰。奥都商会的代表因完成度最低而被淘汰。接下来的淘汰赛中，霍雨浩的对手是平凡盟的蓝裙少女，而何菜头则将对阵奥都商会的另一位代表。溪水盟的参赛者表现出色，3人全部进入前4名，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地下仓库中，徐国忠带领8名高阶魂导师艰难地从升降梯中脱身，却发现仓库大门的机关已被破坏，无法正常开启。为了避免触发防御魂导器，他们决定逐步破坏防御系统后再破门而入。徐国忠对入侵者恨之入骨，决心将他们碎尸万段。比赛台上，何菜头扛着巨大的速射炮登场，而他的对手则手持一把长柄战刀。2人的魂导器都极具威慑力，比赛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何菜头与奥都商会的赵守泽展开了激烈的对决。赵守泽凭借6环魂帝的实力和一把强大的近战魂导器战刀，率先发动攻击，试图以火焰刀的威能压制何菜头。然而，何菜头不仅成功抵挡了对方的攻击，还利用速射炮的威力，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反击，直接将赵守泽击败，赢得了比赛的胜利。紧接着，霍雨浩与平凡盟的蓝裙少女蓝若若展开了第2场对决。蓝若若试图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敏捷的身法迷惑霍雨浩，但霍雨浩丝毫不为所动。他凭借人形魂导器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魂力放大器，成功抵挡了蓝若若的攻击，并以一记强大的精神力攻击将其击败，轻松晋级。在后续的比赛中，黄峥也成功击败了平凡盟的红裙少女，晋级4强。最终的4强分别是何菜头、霍雨浩、黄裙少女叶古一和黄峥。然而，在半决赛的抽签中，霍雨浩和何菜头不幸抽到了彼此。为了避免内耗，何菜头主动放弃了比赛，让霍雨浩直接晋级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叶古一与黄峥展开了激烈的对决。叶古一凭借高超的剑法和强大的魂导器，成功抵挡了黄峥的追魂爪攻击，并利用瞬间加速的魂技迅速接近黄峥。黄峥则依靠自己的魂导器和圣灵教的特殊能力，与叶古一展开了近战。2人的战斗异常激烈，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黄峥凭借斜视武魂的辅助性魂技黑暗降临和灵魂玻璃，试图压制叶古一。然而，叶古一在关键时刻发动了神圣属性的第5魂技圣剑，成功破解了黄峥的攻击，并将其击败。叶古一的天使武魂展现出强大的神圣属性，令在场的邪魂师们感到震惊和忌惮。霍雨浩意识到叶古一的神圣属性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尤其是圣灵教的强者们绝不会放过他。他试图通过精神力与叶古一沟通，警告他圣灵教的威胁，并试图说服他暂时听从自己的安排。叶古一虽然对霍雨浩的警告半信半疑，但出于对自己神圣属性的自信，他决定接受挑战，让霍雨浩击败自己后再听从他的安排。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霍雨浩利用人形魂导器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魂力放大器，发动了强大的攻击。他的拳头在叶古一面前瞬间放大，仿佛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叶古一凭借强大的神圣天使武魂，释放出强烈的神圣之光和圣剑攻击，试图压制霍雨浩。然而，霍雨浩利用人形魂导器的魂力放大器和改良后的君临天下技能，成功抵挡了叶古一的攻击，并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他通过召唤亡灵生物，如尸巫、骷髅兵和骷髅骑兵，对叶古一发起源源不断的攻击。霍雨浩的亡灵生物与众不同，他们拥有光明属性，
使得叶古一的神圣属性攻击无法对其造成有效伤害，也无法从击杀他们中获得魂力恢复。叶古一虽然实力强大，但在面对这些光明属性的亡灵生物时，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他的圣光灵阵虽然强大，但面对数量众多且不断涌现的亡灵生物，也难以取得决定性优势。台下的圣灵教副教主和南宫婉对霍雨浩的表现感到震惊和赞赏，他们意识到霍雨浩的潜力巨大，甚至可能是圣灵教预言中的圣子。南宫婉对霍雨浩的天赋和潜力表示钦佩，认为他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霍雨浩的战术是利用光明属性的亡灵生物消耗叶古一的魂力，同时通过召唤和控制这些生物来占据比赛的主动权。他的目标是击败叶古一，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并试图说服他听从自己的安排，共同对抗圣灵教的威胁。霍雨浩凭借其独特的亡灵魔法和强大的精神力，在比赛中成功击败了叶古一，赢得了名都魂导师精英大赛的胜利。霍雨浩的胜利不仅为溪水盟赢得了比赛，也让圣灵教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然而，霍雨浩的胜利并非偶然，他通过巧妙的策略和对局势的精准把握，成功的将邪魂师的身份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他的表现让裁判长叶雨林感到复杂和无奈，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霍雨浩这样的人才未来可能会成为帝国难以掌控的存在。最终，霍雨浩以唐舞的身份赢得了比赛，他的胜利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强大，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尤其是当他展现出强大的邪魂师能力，击败了神圣天使武魂的拥有者叶古一时，这种恐惧达到了顶点。霍雨浩不仅赢得了比赛，还获得了丰厚的奖励，包括大量稀有金属和9级魂导器日月神针。然而，比赛的胜利并没有让霍雨浩感到满足，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与此同时，地下仓库中，徐国忠和他的高阶魂导师们发现了仓库的严重失窃情况，大量珍贵的稀有金属和魂导器被窃，尤其是第3层中所有密封奶瓶和5级以上的定装魂导炮弹都不见了。徐国忠意识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而李冲很可能是内鬼。在绝望中，他发现第3层的定装魂导炮弹被安装了定时高爆装置，整个仓库即将被引爆。在比赛现场，霍雨浩和何菜头准备离开时，被圣灵教的副教主拦住。副教主试图说服霍雨浩加入圣灵教，声称他是他们寻找已久的圣子，并展示了自己强大的邪凤凰武魂。然而，就在副教主试图说服霍雨浩时，远处的名都城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这场爆炸的规模之大，几乎席卷了整个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无数的伤亡。霍雨浩意识到，这正是他之前在地下仓库中布置的定时高爆装置。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如此可怕的后果。在震惊和自责中，他被玄老及时救走。玄老告诫他，永远不要提及这件事，因为这场灾难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无数生命因此丧生。霍雨浩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但在现实世界中，他的行为却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意识到作为一名魂师，他不仅要追求力量，更要承担起责任，避免自己的行为给无辜的人带来伤害。贝贝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玄老，您知道，我们唐门一直以守护大陆和平为己任。这次行动的初衷是为了延缓日月帝国的侵略计划，保护更多无辜的生命。宇浩发现的地下仓库对日月帝国来说意义重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那些稀有金属和魂导器迟早会被用于战争，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我和宇浩制定了这个计划，目的是毁掉仓库，让日月帝国的战争准备受到重创。然而，我们确实没有预料到最终的爆炸会如此恐怖，造成如此多的无辜伤亡。这是我们的失算，但我们的初衷是为了更大的正义。”玄老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贝贝，你们的初衷我明白，但这次的后果太过严重，生灵涂炭，无数无辜的生命因此丧生，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你们的行为虽然出于正义，但手段过于极端。作为史莱克学院的一员，你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贝贝坚定地回答道：“玄老，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会接受学院的任何处分，但我希望您能给宇浩一个机会。他虽然参与了行动，但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而且他在行动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勇气，他的精神力和战斗能力对学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请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玄老的目光转向霍宇浩，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坚定和自责，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虽然犯了错，但他的本性并不坏。最终，玄老叹了口气，说道：“这次的事情，学院会慎重处理。你们的行为虽然有失妥当，但出发点是为了更大的正义。贝贝，你作为大师兄，要为这次行动负主要责任。学院会给予你相应的处分，但不会开除你。宇浩，你也要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至于冬儿、秋儿和潇潇，你们虽然参与了行动，但主要责任不在你们身上。不过，你们也要认识到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霍宇浩和贝贝等人听到玄老的话，心中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次的行动虽然带来了灾难，但玄老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初衷。
他们也明白，这次的教训将永远铭记在心，成为他们未来行动的警示。玄老继续说道：“现在我们首先要离开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我们会向大陆的其他势力解释这次事件的真相，尽量减少对学院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尽力帮助日月帝国恢复秩序，减轻这次灾难带来的损失。我们是史莱克学院，是大陆的守护者，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战斗，更是守护和平。”贝贝和霍雨浩等人点了点头，他们明白，这次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仍然要继续肩负起守护大陆的责任。他们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弥补这次的失误，为大陆的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